信仰是什麼都不怕的，信仰是克服一切困難的泉源，信仰能夠勝利。我原本以為寫書法很簡單，但其實一點都不容易。歡迎收看《第三青春創造人生》。你好，我是武維。今天我們要採訪的這位嘉賓呢，他很喜歡寫書法，但重點不是愛寫書法，重點是他在50幾歲的時候，竟然去讀碩士，而且他是一個牙醫。到底他有什麼故事跟我們分享呢？我們一起歡迎 Dr. Chong。嗨，大家好。很多人啊，到了50多、60歲啊，其實就已經開始退休了。可是你好像完全沒有這個打算，對不對？想問一下，為什麼啊？人生只要一直工作到臨終啊，我認為是這樣啊。生命本身就是要這樣，好像恩師赤田先生講的，到臨終都不會停頓。是，但我也覺得可能就是因為你的工作性質的關係。繼續當牙醫對你來講啊，最大的意義其實是什麼？給大家有一副很好的牙齒，真正的能夠享受人生就對了。有沒有人因為你當了牙醫之後，因為你而改變到他的接下來的人生呢？有尤其我的顧客中學生啊，我都會問他們將來想當什麼，然後我會鼓勵他們當牙醫，所以在奔真的牙醫診所裡面，很多個都是我的顧客。聽說 ，Dr. Chong， 你在2020年的時候突然間成為一個碩士生，請問又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？到底為什麼突然間在50幾歲的時候，突然間要去升學嘞 ？2017年的時候，赤田先生曾經在一個指導上裡面講過，2018年跟2019年是很重要的一年，這2年裡面一定要進行徹底的實踐，拿到自己的實證，包括廣播的體驗，來迎接2020年。這個指導讓我決議啊，10多年來我都想去進修我職涯碩士課程，我就毅然決定了報考這個法蘭克福大學的職涯課程。如果沒有先謝這個指導的話，我是不會拿起這個決議的，因為10年來一起跟我去上課，同事跟我講這個課程很難完成的。可是因為先謝這個指導，我毅然決定了。最重要的是說，當我決定拿這個課程的時候，一定要每一天真正的唱題1到2個小時去修，一切順利利。那我也很有紀律的將去安排，將去在我最短的時間完成我的碩士論文。那個是很難的，我知道是很難的一件事情。就在2020年的3月那個最後一個學期，那我記得當時我還沒有去到德國之前呢，我在機上呢待了整個小時，因為機上有一個人發燒了 ，COVID-19 是當時德國是最高峰了，一天一個晚上就1000個 case，對我來講是很緊急的事情，如果我再待久一點，我就沒有機會轉機直接到法蘭克福。很幸運的，就1個小時裡面就沒有問題了，這是第一點。第二點是我的講師就跟我講，我的那個論文啊，碩士論文沒問題了，及格了，一切都很順利。那我就知道整個班上是第一個時間只有5個人考到這個碩士課程。全班有幾個人？25個。那當我被批准過後，我才發現到我那個講師在他生孩子過後的3個月的那 sabbatical leave 的時候啊，他還是很積極的跟我改我的論文。基本上他們可以不用改了，可是他很積極，這是我沒有想象到的。這2年裡面，他要我完成的那個職涯的例子啊，我都能夠沒有顧慮到的完成到完，尤其20個 case 是很難的。20個需要寫20個病人的東西。對，就因為有這樣的祈求之下、意念之下呢，我們就完成了4個學期，就回到馬來西亞。馬來西亞就3月18號，那麼巧就 knock 到了，才過了2天，才過2天而已，完全是沒有問題。要不然我一定留在法蘭克福大學，不能夠回來馬來西亞。
這是很福音的一件事情。還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訴大家，就是說，經過一切都是被守護之下，完成了我這個課程，來裝點我2020年好像恩師給的那個指導，這樣也是你的一個勝利報告。對，那竟然說到了你的師匠池田先生，我們池田大作先生就來了馬來西亞2次嘛，1988年跟2000年。剛刚提到2000年，但是1988年那一年對於你來說也是一個有故事可以分享的，對不對？先回到那時候，以前的你是怎樣的一個你呢？或者是說，可以先分享你是怎麼樣接觸我們的佛法的 ？OK，我還沒有入信之前，還沒有接觸到創價學會之前，我是一個很迷信，迷信哦，也很什麼事情都怕，尤其怕死啊。怕黑暗啊，都怕死了，各位。以前，而且又怕考不好啊，因為我追求完美，每一次考試我都需要拿100分，這是我的方向啊。所以讀書是給我另外一種壓力，尤其考試之前是很怕的。直到我大學3年級，牙醫學生嘛，就住在一間屋主是會友。屋主本來就是我們的會員。对，他就在這樣的狀況下，我們一進去的時候，他就告訴我這個佛法是正統的佛法。我看來看去都不像正統啊，都沒有看到佛像，只是一個佛櫃在那邊。可是當他跟我解析的這個佛法是很邏輯的，不是很玄的。怎麼說呢？就是沒有迷信那一種，很科學，很科學化。當我開始唱題的時候，我發現第一個體驗是，當我讀書讀一個 chapter 的時候，我需要4-5個晚上讀完。可是我唱題過後呢，2個晚上就讀完。所以接下來我就很多時間去參加活動。那這是不可思議對我來講，因為我認為剛剛我要入信的時候，要我唱這樣長的時間，要1個小時題目啊，對我來講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為當時我們在大學的時候，上課每一天都是早上8點到傍晚5點，每一天呢拜1到拜6，晚上就是讀書的時間。入信之前对我來講，連看電視節目、看電影是浪費時間的，還要叫我唱題1個小時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可是唱了題修行過後，我發現到我能夠很短的時間、很足夠的時間去準備我的功課，對我來講，壓力就大大的減少。你覺得那個原因是什麼呢？為什麼唱題會加速你的學習？我發現到我的吸收能力很強，每一天晚上是 top form 的，讀什麼經什麼。之前有時候讀1-2天可以，3-4天就是腦袋就 jam 掉了，就不可以再讀了。可是念了經每一天都是很好，所以變成完全都不一樣。所以我可以參加很多活動。是，理解。所以你是在1986年的時候入信嘛，對不對？對。那池田先生呢，是在1988年來到我們馬來西亞。那時候有什麼值得分享的故事是可以能夠鼓勵到我們的呢？因為幹部的鼓勵啦，就是他曾經跟我講到一句先寫給美國的青年部的一個詩歌，裡面有講到信仰是什麼都不怕的，信仰是克服一切困難的前沿。信仰能夠勝利那一段的指導，好像剛才跟你分享的，我是什麼都很怕的。可是拿了這個指導的時候，對我來講是很大的鼓勵，所以我就很決意的將去修行，將去唱題，很勇敢的去做。我在想，池田先生的指導能夠給我這樣的鼓勵，這個人是很了不起的人。我就決意無論怎樣，我一定會要去見先生。我真的有機會啦。我記得先生來到池田和平講堂，他講了很多話，什麼都沒有聽到，我只聽到一句話：放心跟我一起去做廣宣聯盟。我很開心，我好像等先生這一句話等了3次這樣，所以我就抱着這感恩的心情啊，我就當時就決意，遇到任何的問題，我都會放心跟先生一起去奮戰。然後我記得，當池田先生從池田和平講堂出來的時候，我馬上很謝謝先生的心，伸出我的手，他就是很自然的這樣跟我握手，讓我感受到
很不可思議。這是我立下誓言的那一時刻。是的，理解。那如果現在啦，要用一句話來形容你現在的人生，你覺得你現在這個第三青春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生呢？我目前為止，我真的很感受到修行這個法能讓我感受到圓融具足的人生，所願滿足的人生。怎麼說呢？我在學會裡面，池田先生講的，每一天創造那種價值，每一天都是很充實，不管有問題有沒有問題都很充實。所以在佛法上的那種最高的價值，所要做的、所要實踐的，我都做了。所以我覺得，即使我明天或者下一瞬間我真的去世的話，我也很心甘情願。這剛好也是我下一題要問的，就是因為你身為一個醫生嘛，對不对？對对。接觸了這個佛法，信仰了40年，你的生死觀有什麼樣的改變呢？一開始你講你很怕死亡嘛，對不對？很怕失敗嘛。現在呢？現在不怕，因為死是生命的一部分。生命本身是永遠的，死是往另外一個生的開始嘛，所以我感受得到說，死不是個很恐怖的一件事情。那麼依照這個生死一大事血脈操，沒有所謂死後什麼都沒有，也沒有所謂的死後有什麼東西，而是妙法蓮華經的生死，是生也是佛，死也是佛。那麼死後你做不到什麼東西，所以在生之前，你要拼命的創造價值，拼命的去感受你現在的生命是佛的生命，那你知道死後也一定是佛的。理解。好了，那到最後了，就是我們今天談完了您的一生，讓大家的感覺就是你好像沒有任何一刻允許自己停下來，包括了現在其實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啊，還依然在2間診所去服務。對，為什麼你不讓自己跟不允許自己停下來呢？因為我喜歡這個工作。身為一個牙醫，真的是能夠給顧客很滿足的感覺，尤其我能夠讓不同的階層的人享受更有價值的一個生命。好像恩師講的，他會做廣播做到臨終，長長久久，持續的無止境的去加強，這樣去修行。那我相信，到我臨終那一刻，我都要去享受這一份的那種堅持，這一份的那種確信。是，而且我們也很常說，佛法即生活，對，信心好像是永遠無止境的，對吧？好啦，那真的到最後了，有一個機會讓 Dr. Chong 來跟我們青年部說話，你有什麼話想要跟我們說呢？64歲了，要跟青年部講，我感受得到說，希望青年部能夠去深化對恩師作為自己生命的思想。那不如我問一下 Dr. Chong， 為什麼你覺得我們青年部，或者是說我們身為人，我們需要恩師呢？生命的思想是，它是一個能夠領導你得到絕對的幸福的一個道路。這世界上你找不到另外一個能夠深讀熱蓮大師的譯文，深讀法華經，然後生活化的讓我們整個地球人類講去感受到佛的生命。那可能我可以問一下，我們有什麼樣的一個方法可以能夠加深這個紐帶，或者是更加靠近池田先生的心呢？因為我相信有很多青年部可能也很努力，但是可能他们也沒有辦法感受得到。沒有其他辦法，只有根據參與創價學會的活動，然後深讀新人間革命裡頭，先生很多指導，每一句指導，隨時隨刻你都會拿到去實踐去感受，你會感受到人生的那種充實，人生的那種價值。好的，收到，我們青年部收到。我們一定要加深對於師這樣的這個紐帶。謝謝 Dr. Chong 今天花出這個時間跟我們一起去分享你的創價人生的故事。謝謝 Dr. Chong， 謝謝你的。其實這一集 Dr. Chong 給我最大的禮物呢，並不是他在50幾歲去讀碩士，而是他一輩子都在追求成長這件事情。其實就像池田先生給我們的指導一樣的。
一定要決意，不論是在工作還是學會都好呢，都一定要徹底的去奮戰，找出時間。總之，就是要湧現自己的生命力以及自己的智慧，如此下功夫而已。那 Dr. John 呢，就用他的生命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第三青春。那至於下一期又會有什麼樣的精彩故事呢？我們下一期再見了，我是武維，拜拜。